穷人和土豪的差别究竟有多大？一碗普通的炒河粉是为了填饱肚子，而一道价值不菲的料理却是为了彰显身份与地位。2023网飞最新神剧《饥渴游戏》，20多岁的马冬梅在曼谷老城区开了一家炒粉店，平日里生意非常火爆。直到这天，餐馆来了一位奇怪的客人，他仅吃了一口碗中的炒粉，就放下餐具，把一张邀请函递了过去。你本不应该埋没于此。马冬梅非常诧异，不过他还是接下了。回去后，他在网上查到了邀请函的署名信息，这是一家名为饥饿的顶级厨师团队，里面的主厨保罗在当地更是享誉盛名，很多社会名流吃过他做的美食后都引以为傲。同样都是厨师，马冬梅心里产生了极大的落差，他决定去试一试，拿着邀请函来到了一处高级酒店。对于从小生活在贫民区的马冬梅来说，他就好像一个乡巴佬刚刚走进大城市，可想要进入顶级的厨师团队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厨房里还有一位前来应聘的厨师，主厨保罗是个不苟言笑的人，他对美食的要求十分苛刻，没有过多的语言。今天的主题就俩字：炒饭。小胖首先去冰箱拿出了很多高档食材，然后把米饭倒入锅内，但马冬梅只用了几个鸡蛋。以他多年来的炒粉经验，在火候的掌控上早已经炉火纯青。哪怕小胖最后的出品极具观赏性，但保罗只是闻了闻眼前的蛋炒饭，就让小胖立马走人。对于他来说，新东方出来的学员远远不如江湖上的野厨子。马冬梅身上的炒粉味儿和这里格格不入，他洗了个澡，然后换上了饥饿的工装。目前团队中一共有7名成员，包括主厨保罗在内。梳着大白头的叫堂叔，阿图负责汤台，这个叫阿肯，主要负责冷菜。而眼前为他介绍的男人叫托恩，是初级副厨。马冬梅现在是团队中的一个替补位，因为他在火攻方面比较突出，所以保罗肯定希望他能负责炒菜。明天有一个重要活动，是一个私人宴会，主人是一位年事已高的将军，到场的客人都是社会上的知名人物，包括政界和商界的大佬。所以为了更贴切客人的身份，保罗把宴会的主题定为血与肉。那么第一道菜就是把 A5 和牛炒至入口即化。这道菜的关键在于刀工跟火候，虽然马冬梅在火候上把握的非常精准，但像这么高端的食材他也是第一次操作。หนาไปยังหนาไปอย่าให้เนื้อขาดอย่าเลื่อยกูบอกว่าอย่าเลื่อยกูบอกว่าอย่าเลื่อย保罗拿来切好的和牛，让他直接开炒，结果每次都炒过了头。面对保罗的训斥，马冬梅备受打击。如果再炒不好，他就要立马滚蛋。穷人也是有尊严的。马冬梅换上平日炒粉的衣服，再次回到厨房，他凝视着面前的炒锅，整整练了一夜。第二天，终于拿出了一份符合要求的和牛。保罗很满意，马冬梅看着手上的伤疤，露出了微笑。能得到顶级大厨的认可，即使再艰难，他也愿意。很快到了晚宴时间，会场来了很多社会上的知名人士，其中有一位企业家托斯，在很早以前就想收购保罗的团队，但却被保罗拒绝了。接下来到了马冬梅的表演时间，面对众多成功人士的目光，他并没有慌乱，整套流程下来一气呵成。在这里，人们之所以会吃如此高端的美食，并不是因为热爱。穷人吃饭是为了充饥，而富人是为了得到认可。能吃上保罗团队做出的食物，是他们体现社会地位的象征。马冬梅的烹饪手法深深地吸引了托斯，他把一张名片递了过去，如果遇到困难，随时都可以拨打上面的电话。但马冬梅对目前的现状已经很满意了。从炒米粉的野厨子到顶级团队制作料理，他的心境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发生了变化。他开始着重了解高端的食材，跟着托恩学习不同的烹饪手法。团队中的每个人都有固定工作，只有他是个替补队员。经过上次的晚宴，马冬梅认为他已经有能力在团队中站稳脚跟，可没想到在保罗的眼里，他依旧是个只会炒粉的野厨子，这让马冬梅非常不服气。尽管保罗也承认他的炒工十分优秀，但事实证明马冬梅在其他方面还是个门外汉，就连最简单的切菜都能切到手。นอกจากผัดเธอยังทำอะไรไม่เป็นเลยสักอย่าง很快到了第二场宴会，这次的雇主是个挥金如土的富二代。保罗同样为他准备了一道高端菜品，他想都没想，一口吃了下去。อร่อยว่ะเชฟ
其实像这些人，他们根本就不懂美食，之所以找上饥饿，只不过是想让顶级大厨保罗为他们亲手制作美食，以此来炫耀自己的地位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，马冬梅的厨艺有了明显进步。虽然保罗的厨艺高超，但他的管理方式让团队中的人非常不满，只要有人犯了一丁点错误，就要受到惩罚。厨房里的食材被偷了，保罗丝毫不留情面，哪怕在这里工作了很多年，想要吃这里的东西可以，但是需要付钱，请我为你做。这就是保罗的处理方式。团队中少了一个人，保罗让马冬梅顶了上去，后来者居上。虽然大家都没说，但不代表他们心里没有想法。第二天的家庭晚宴，菜单由马冬梅负责。托恩端来熬好的鲜汤，让保罗把控，他只是闻了闻，尝了一小口就立刻倒掉，时间已经来不及了。保罗用自来水和方便面调料快速的调制了一锅汤，大家都看傻了。对菜品一向吹毛求疵的保罗，竟然还有这种操作，童真法式清汤，这就是土豪花高价为家人定制的晚宴。回去后，保罗大发雷霆，原来是汤里出现了虾的味道。雇主的女儿对虾和贝类过敏，只需要一勺汤就会要了孩子的命。当然，这一切的责任在堂叔。保羅心里明白，他是因為嫉妒馬冬梅，所以才背後下手。อิจฉาที่แต่ผู้หญิงที่เข้ามาใหม่อ่ะเขาทำอาหารได้ดีกว่ามึงใช่ไหมฮะแก่ขนาดนี้ไม่เคยพัฒนาตัวเองเอาแต่กลัวโทษนั่นโทษนี่มึงคิดจะใช้วิธีสกปรกของมึงทำลายอาชีพกูใช่ไหมฮะปีแดงมึงคิดจะทำลายกูเหรอมึงจำไว้นะกูจะเล่นมึงจนมึงแก่ตายอ่ะมึงก็ไม่มีวันได้เป็นเชฟ他的言语侮辱终于激怒了堂叔。保罗的性格非常古怪，他没有家人，自己打拼了这么多年才走到今天的位置。但不得不承认，他确实是个非常优秀的厨子。在保罗眼里，想要成为真正的大厨，就必须用实力说话。在他小时候，家里很穷，母亲为了赚钱养家，来到富人区做女佣。而影响保罗做大厨的，正是因为一罐鱼子酱。他看到有钱人的生活方式，非常羡慕。明明都是人，为什么自己不能吃到桌上的美食？他打开冰箱，拿出了造价昂贵的鱼子酱，没想到被发现了，鱼子酱掉在地上，摔得支离破碎。他的母亲不但受到了辱骂，还工作了好几个月才还清。只是一罐小小的鱼子酱，让母子俩跪在肮脏的地板上打扫卫生。他捡起了几粒梦寐以求的鱼子酱放进嘴里，结果他发现这个东西竟然超级难吃。从那以后，保罗便明白了，昂贵的食物并不代表它有多好吃，而是代表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。当一个人衣食无忧以后，他依旧会饥渴，那么他饥渴的到底是什么？是渴望获得认可，是渴望获得尊重，是渴望获得专属体验。他要让有钱人对自己如饥似渴，求着他为自己做美食。听了保罗的经历，马冬梅的心里大为震撼。父亲因为不小心摔倒住进医院，而家里的条件根本不足以支撑昂贵的医疗费。他发誓要像保罗一样，成为让别人如饥似渴的大厨。可没想到，保罗为了做出美食，竟然毫无底线。他亲手为参谋长烹饪了一只现场捕捉的犀鸟。作为国家保护动物，这种违法犯罪的事，马冬梅坚决不干。他当即选择离开队伍。回去后，他想起了在晚宴上遇到的企业家托斯。保罗已经老了，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。托斯向马冬梅承诺，要将他打造成新一代的顶级大厨。有了托斯的赞助，马冬梅的餐厅很快开了起来。餐厅的名字就叫做火焰。但马冬梅很快就理解了保罗，因为在厨房里只有独裁，并没有所谓的民主。只有等你做到了这个位置，才会明白其中的道理。目前餐厅的菜品过于平庸，缺少创意，他的身上全都是保罗的影子。想要出类拔萃，就必须要突破自我。马冬梅不断创新，反复尝试，终于小有成就。餐厅里每天座无虚席，客人对他做出的美食更是赞不绝口。马冬梅的表现让托斯非常满意。下个礼拜会有一场活动，主办方指明向马冬梅发出邀请，很多国外的美食家和大人物都会到场，想要出人头地，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结果到了晚上，保罗来到餐厅，两个人终究还是难逃一场对决。原来下个礼拜的活动，主办方不仅请了马冬梅，还邀请了保罗参加。对于他现在的厨艺，保罗并没有做出评价。马冬梅现在只不过是资本的棋子，一切都要按投资方的要求来做，这和他的初心背道而驰。虽然他现在小有成就，但如果继续下去，将会失去更多。很快到了晚宴会场，马冬梅发现事情并不像托斯说的那样，活动的主办人居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，所以根本没有邀请这回事。是托斯为他争取了这次机会，但现在已经不重要了。想要出人头地，就必须在这场宴会上打败保罗。马冬梅为现场的客人准备了一组套餐，名字叫做后浪之胜。看着大家脸上呈现的满足感，他露出了微笑。可就在这时，整个房间突然暗了下来，到了保罗的表演时间。
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。保罗为大家准备的叫祭典盛宴，他切下一块散发着热气的肉，放到女人的嘴里，大家纷纷围了过来，开始大快朵颐。接下来，马冬梅拿出了看家本领，她炒了一盘祖传的河粉，希望这种最原始的味道能征服所有人。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往。就在大家品尝河粉的时候，保罗又献上了一道汤，叫凡尘之人。这是他给马冬梅上的最后一课。无论一个人有多么成功，到头来不过是一介凡夫俗子。大家捧着手里的汤碗，大口喝下。尽管马冬梅的菜很有创意，也非常好吃，但最后还是打不过一份信念。现场的客人早已对保罗如饥似渴，哪怕这是一碗白开水，只要经过他的调制，都会变得美味无比。就在保罗以为自己赢了的时候，外面突然走进了几名警察。原来他为参谋长烹饪国家保护动物的事情被告发了。现场的每一位客人都收到了相同的视频。保罗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开始土崩瓦解，是托恩故意泄露了视频。对于这种获胜方式，马冬梅感到不耻。保罗的时代结束了，他即将成为后起之秀。托斯答应他要将他捧上云端，但马冬梅此时看中的已经不再是名和利，他要找回过去的自己，重新开始。而这家米粉店才是他该奋斗的地方。其实这部电影的剧情总体来说有点拉胯，饥渴游戏就像是爆裂鼓手和菜单的结合体，但是剧情又差那么点意思，想表达的东西很多，但却每个都没表达好。可圈可点的是里面有很多好看的画面，喜欢这种类型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原片。行了，今天就到这，大家别忘了3连加关注。